迎回到 Star C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对频道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还好吗？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春季脱单指南，我们要看一下谁以及怎样的情感即将出现。那迈向下一段情感之旅，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以及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一则影片的朋友。4月，我们经历了天平满月，整体我们的情感能量的流通将会变得出现更多的契机。有可能在去年一段时间之内啊，有很多朋友有可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情感卡顿，或者说面临了很多我们内在的课题以及蜕变。希望呢，在这个全新的季节、全新的我们的旅程当中，也帮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关于我们情感方面的课题。尤其是目前正处在单身状态的朋友们。那首先呢，我们论一下关于情感的这件事情，我们在灵性方面的一些小认知，当然这也出于一些个人的想法。不管我们当下是不是有被爱的，或者说在情感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完整连接的，我们都是值得被爱的。以及脱单与否，其实跟着大家的意愿啊。如果大家当下有这种我想要脱单或蛮好奇这件事情的想法，可以点击这一则影片来连接一下大家能量，看一下那未来这个脱单对象或者脱单里边的一些信息啊，一些事件，一些可能性的预测是什么样的。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就保持一个美好的、完整的、自我之爱的灵性打开的，或者说强调事业和生活的单身之旅，这绝对没有问题。那这是一个水平的世代，开放的世代，大家可以用任何的一种方式去爱，只要没有去伤害到周围的能量和环境，以及影响我们的频率提升。OK，祝福大家在任何一种情况之下，都可以去保持一种高频率的身心灵调整方式，也非常非常的祝福大家在情感当中也可以收到满意的答案，可以在情感这件事情上拥有美好的情感之旅，美好的情感对象，以及完成我们在3D 世界当中修行的种种任务。OK，那今天呢，我们主题方面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选牌之前的冥想。冥想呢，会用我们几分钟的时间，帮助大家来调整一下我们的各个脉轮，来清理一下目前我们的能量场以及状态，帮助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平复。如果有时间的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来进行这一个冥想。那如果时间比较紧赶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进入选牌，来看我们占卜的解析。OK，时间轴在下方。OK，有时间的朋友们可以寻找比较安静的环境，也可以在安全的状况之下放松我们的身体，闭上双眼，让我们一起来通过声音震动的方式连接宇宙，调整我们的频率。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好，首先跟着这一个声响，让我们一起来开始平静我们当下的状态，调整我们的呼吸。如果目前还有一丢丢的紧张，或者说稍微还有一些没有平复的朋友们，比如刚刚完成工作，刚刚坐下来静下来，我们通过呼吸的方式快速进入一个平静状态。我们深深的吸气，再深深的吐出来，一起做3次。让我们温柔的对待我们的身体，
感受在我们深呼吸之时，我们的肩颈、后背都正在被渐渐的打开，或者说被我们的气流撑开。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我们身体的放松。首先，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在我们的身体正中央，我们的心脏以上到我们喉咙的位置，感受我们的呼吸正在渐渐的平复。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放松我们的身体，从头顶开始，让我们放松我们的脖颈。比较紧张的朋友们，可以微微的做一个脖颈的放松和旋转动作。放松我们的双肩，放松我们的后背，放松我们的脊柱，让这个力量缓缓的向下。放松我们的腰椎，到我们的尾骨，放松我们的骨盆，向下到我们的双腿，放松我们的膝盖，向下到我们的双脚，我们的脚踝，我们的脚掌，到脚趾。让我们平静的将力量重新交还给大地。让我们轻轻的双手合十，感受我们跟宇宙的连接。好，让我们再次深呼吸。这一次，让我们感受我们的脚下跟大地连接的同时，感受我们整个能量场的强度。目前有条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空间的朋友们，可以摊开我们的双臂。好，感受我们能量场的这一个直径的长度，是我们手臂摊开的长度。好，让我们感受在我们的脚下
如果是坐着的朋友们，在我们的骨盆下方出现了一个这样直径的圆形，这是我们在宇宙当中的存在，我们看不见的能量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我们的能量正在从我们的身体下方集结、变亮、充实以及扩大。随着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调整我们的各个脉轮，我们的能量场正在充满我们所在的空间，并不断的向外延伸，跟宇宙连接。让我们一起来开始这个能量进入我们的海底轮。让我们感受我们的骨盆中间，身体最正中心的位置正在发热以及发光。我们让这个光的能量向上，点亮我们的脉轮。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感受我们的脐轮。感受我们的太阳轮。感受我们的心轮。感受我们的喉轮。感受我们的三眼轮。最后，我们让能量传达到我们的顶轮，我们头顶的位置。我们让这个能量向上连接到宇宙，感受我们的灵魂跟宇宙之间的连接。
们是被慈悲的爱以及关注的，我们是被一种爱来笼罩的，我们是这爱的存在。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就完成了。感恩跟大家的连结，我们也再次感恩宇宙。好，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回复我们目前的整体状态，做一个简单的放松、清理以及调整。好，OK。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选牌。大家可以睁开双眼，看一下我们眼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大家可以根据卡牌的位置，它的光aura， 或者说它当中带有的一些能量有可能是吸引力，有可能是莫名其妙就想去触碰，想去翻开这组卡牌。那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你的第一直觉没错了。如果对于选牌还有一些迟疑的朋友们，我们一起连接下方的天人石来进行一个选择。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参照的天人石是粉色水晶石。好，粉色爱心。好，我们中间的一副卡牌参照的水晶石是紫色三角塔。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参照的天人石是白色水晶球，透明澄澈带有彩虹色彩的白色水晶球。好，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连结的呢？哪一副组牌又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的注意的呢？根据你的第一直觉就没错了。那这是一个大众占卜，一个 general reading， 所以你的能量有可能被分散在不同的卡牌当中。如果对于2组左右的卡牌有感应的朋友们，也可以点开来听取一下，选择属于你的信息。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最左边第一副组牌粉红色爱心水晶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我们今天要看的主题呢是春季脱单指南。我们要首先看一下我们会不会脱单。那脱单的时间和人物是什么样的？这个情感事件或者说一些 sign 是什么？我们也要看一下，为了迈向下一段情感之旅，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及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好，第一组大家选到了粉色的bling bling 的粉色爱心。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神谕卡给我们什么样的能量，在之后我们也会一起来抽牌。第一副组来的朋友啊，我感觉到你们其实在内在里边有很强烈的一种就是你们是很独立的人，你们是很凭自己直觉和本能去看问题的人，你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从这几张牌里边，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你们其实是有自己有可能是脱单的人物或者说比如说我在喜欢一个人，或者说当下我正在和这个人连接只不过还没有到那个对的时间，在相互等待或接触当中。还有一些朋友，其实你们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未来的一阵子，你们有可能会踏上，你们有可能会遇见，你们可能会真正的加入一个情感的旅途当中。我看到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情感这件事上当下是处在一种哪怕我们是独立的，哪怕我们当下甚至有一点孤独，但是你们内心当中非常的充盈和有能量，还有就是你们会从独处和孤独当中非常全面的、非常充分的去吸取养分。我看到你们内心当中其实有一种很强烈的自我归属感，以及你们要往出开拓的一种欲望。所以有可能在事业或者学业和个人的成长方向上来说，你们也在打开自己的野心和自己的一个气场，去真正的追求。我看到其实你们是既有神秘感，又会比较强势，或者说你们其实是非常有存在感，有可能也会让人觉得高冷的一群人。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有很多人对你们的感受是那种高山仰止性的这种高山仰止的感觉是哇，有点高冷，有点冰山美人、冰山王子，或者说仿佛你内心当中给其他人的印象就是是不是他有喜欢的人，他是不是有对象等等，因此有可能不太容易接近和接触。但其实呢，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个气质、这个性格这个磁场也很好的保护了你们。因为宇宙有可能希望你们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去独立，去做好一些事情，去保护好你们的能量，不去跟过多的人事物掺杂在其中，或者说耗费我们的能力。我看到其实你们内心当中是一个绝对有权威、有能量有这个 power、有这个 instinct 这样的一群人。所以你们其实非常理解未来一个阶段你们想往哪个方向去开展自己，甚至你们的另外一半，或者说陪你们往前去走的人，一定要理解你的追求。有可能对方他是你的灵魂伴侣这个 soul mate， 有可能他就是你真正的理解你、对你知根知底的正缘，或者说他是你的镜面，他是跟你非常相似的，他是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可以来去映照你整个身心灵状态，帮助你去完成成长的。有蛮多的一群朋友，我觉得在离开了去年的年尾的一个阶段，有可能是之前的半年等等，你们其实已经走出来了。所谓的走出来，有可能是从之前的一个感情阶段里边走出来，有可能你们会独立出来，你们有可能会从家庭独立，会从学校独立，也会从自己内在当中，比如说重新去找工作的机会，重新去看自己的情感、事业和人生。因此我看到其实你们在被牢牢的保护着，还有就是属于你们可以展开你们翅膀的时间已经快到了。我认为其实你们是非常具有吸引力、非常具有戏剧张力的一群人，所以你们内心里边不会轻易的去被一些莺莺燕燕或者说一些并非可以跟你连接很久的人所真正的吸引。你们内在这种吸引力其实是会直线的，或者说直接的，而且是有的放矢的。比如说我对着一个方向去发射我的魅力，所以我看到其实你们也是那种真正的瞄准了一个方向，喜欢一个人，你们会真正的去展现你们的智慧，展现你们的爱和你们的才华。有更多朋友其实你们是非常有才华，你们是非常有主见、目标、原则性的人。所以这是我看到我觉得你们找到的人，陪你脱单的人，一定是跟你相同的人，跟你相似的人，跟你有着同样的目标，同样的有可能有点孤傲，有点孤高，但同时其实有着非常强烈的潜力，非常大的能力，以及互相都懂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冰原上有一只狼，我们可以看森林当中潜伏着一只龙，我们也可以看到龙以及他的灵魂伴侣，他的女神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你们彼此会有一种守护和归属感的状态。
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啊，诶，这样完美的感情或这样的人，我还没有经历或见到，或者说真正能够去了解到我，或者说理解到我的人，他会出现吗？我认为跟你去脱单的人，他会理解到你的美，他会去看到你灵魂当中真正的能量和实力，还有就是他不会被你，比如说我行我素的，比如说有自己的频率、有自己节奏和主见的这种言行、这种状态所排斥。更多的时候，他是喜爱你的这一点的，或者说他是欣赏你、尊重你，以及可以在内心当中去支持你的。你们其实也蛮容易去异地相恋的，很多朋友有可能会异地，或者说你们会有各自的领域，好像不在同样的行业当中。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你们会是彼此心灵的一种港湾和归宿。这个人有可能是你前世的灵魂伴侣，或者说他有可能是一直在守护你的某一个灵魂，在这一世呢跟你相见和相遇，好吧？总之你们有一定的缘分。少部分的朋友他是你的 twin flame， 双生火焰啊，有可能会出现或再次出现。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实际的能量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会不会脱单 ？Oh my god， King of Cups， 有人喜欢你啊。有些朋友觉得你们心有所属啊，来看这个单元的朋友，我觉得对待你们来讲，首先感情是一定要质量的。Ace of Cups， 我们看一下啊，会不会脱单这件事情，我们先抽出来啊，无疑。Seven of Swords， 宝剑7号，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会脱单。OK， 给大家的时间啊，未来3个月，3到7个月，很明显。还有就是，我看到有喜爱的人在远远的看着你，在支持你，在欣赏你，还有就是在对的时间要进入你的生活。有一些朋友，你们的真爱要来了啊！我们看到 Ace of Cups 圣杯1号啊，你一直以来期盼的、期待的真爱，懂你的人，灵魂伴侣，可以共情你、信赖你、照顾你、体恤你的人出现了。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啊，你们在感情里边有可能会以试探，为一开始的动作，一点一点走入彼此的世界。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有可能这个感情的根基来源于一种感觉，来源于灵感。所以你们在感情这件事情里边，一定是因为喜欢而入手的，并不是说，谁来介绍给我一个对象啊？拜托了，脱单吧啊！朋友有可能亲人朋友在旁边催促你，不是的。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真正的由心而发的进入了一段感情，所以我看到比较明显的就是你们会心动，会怦然，你们会一见钟情，你们会突然的被某一人所温柔的关注，还有就是我认为其实你周边有喜欢你的人，现在就有对你极其感兴趣的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啊，阴性能量的大家，我认为如果大家是女生，如果你们是偏向于女生能量的，其实他还蛮像是一个在你旁边的旧人，或者说之前有可能跟你啊曾经互相产生过情愫啊，或者说你们曾经是相当不错的灵魂伴侣，但是无法走向一起啊。比如说错过了某一个时间，比如说对方和你好像在各自忙各自的，各自经营各自的等等。我认为一些朋友，如果当下你们就在这种暧昧啊，长久的交流啊，或者说一段时间的相识和认识的过程里边，我认为这个脱单就在未来的一阵子啦，这个人是要等不及了，是要表白的。所以说，我认为你们两个人是通过互相的去理解、支持和吸引，相互的依靠啊，相互的照顾，也甚至真正的帮助了对方一些，在一些关口上真正的帮助了对方。所以我觉得这个感情是自然而然孕育出来的。然后，如果是男生朋友偏向阳性能量的朋友们啊，我认为蛮明显，你们是心中有喜爱的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要放弃啊！我认为这个人他其实是当下有他自己很强烈的一种自我主见和目标，甚至有点小任性。但是其实在未来这个阶段里边，属于你们的时间终将到来。这个人他是喜欢你，但是在试探你的。还有就是如果没有对象，有一些朋友点开这则影片就会说，我是一个纯粹牡丹啊，我纯粹的是没有任何对象的一个状态。我非常希望能够看到这个人的出现。第一副牌的朋友要有信心啊！我看到在你们的周围会出现这样的人啊。我们刚刚所形容的他有诸多的优点啊，然后大家有可能会疑问，会有这么完美的感情吗？我认为这个感情是蛮纯粹的，
蛮纯洁的，但是我们要给他打上100分，肯定是达不到。任何的感情里边都会因为我们各自的现实条件呢、性格呀，我们各自所面临的问题和课题啊，出现各种各样的瑕疵和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和度过的部分。我们不能说一个完美无瑕、纯洁零瑕疵的感情出现了。那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我感觉其实你们也没有在追求所谓的就是100%的完美感情，你们在追求的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爱，你们追求的是打开心轮的感觉，你们追求的甚至是一种浪漫和一种真正的情感上的共通。那我觉得这个对象他会恰好的出现在你周围。我们进而看一下这个脱单的时间人物，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Chariot 战车牌，蛮明显的你们在7月会有好事出现，会有重要的人出现在你们的生活里边，或者说这个想进入你生活的人或者灵魂，他将在未来这个阶段里边大约3-4个月之间走向你。很多朋友其实这是一个帮助你们去真正打通你们在情感当中自我认识的一个旅途。所以很明显就是看到这套牌，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其实是非常有魅力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偏向阴性能量的朋友，女生朋友这样讲，女性朋友，你们是阳性能量的女生 Queen of Wands 你们是这个世界的权杖皇后，也就是说你们是正在去生长的，你们会让万物生长，你们在蓬勃的去发展自己，你们在让自己扎根，同时你们是非常光亮的，因此你们在照耀这个世界阳性的部分。那你们遇见的人，或者说这副牌里边出现的男性能量的朋友，阳性能量的朋友，其实你们是 King of Cups， 你们是正在去掌握情绪、情感、包容，还有就是有可能你们是偏向于灵修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因此我觉得你们的结合其实是非常强烈的一种阴阳平衡。再往上讲一点，我觉得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会看到你的 Twin Flame 的出现，或者说你重要灵魂伴侣的出现，在未来的一个阶段，而你们的能量让我感觉到是彼此需要，所以说在这个特定的阶段你们会彼此吸引，你们都是非常有魅力的人，还有就是有可能你们也都是为了感情可以让自己去忍受孤独，或者说甚至你们有的时候为了去追求自我的目标会自我孤立比如说我要沉浸在我自己的工作事业里边，沉浸在学业里边，我有可能要从之前一个阶段的感情，之前一个阶段面对的很多课题里边学习和走出来。我看到其实对待大家来讲，你们的成熟，你们的独立和你们真正的成长已经快要达成了。还有就是随着这个成长，你们是有礼物的，宇宙会把这个和你相辅相成的人送到你的身边。所以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脱单将近7到8月是你们脱单的一个非常好的时节。再者就是这个关系里边是会有一种阴性能量和阳性能量相互去补充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们的性格和行事风格和你们所经历的，或者说你们的背景有可能并不相同，或者是大相径庭，但是你们却有非常好的方法可以跟对方真正的连接。这个牌当中也会有少量的年下恋情，因此有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会有年龄上的差距、距离上的差距，或者说你们会有对于未来发展上还没有去商量好的一部分。所以说当你们的感情出现的时候，有可能也是你们开始去把握你们的人生，做出一些转变。有些朋友可能会因为情感的出现，开始去重新的瞄准你们事业的，或者说你们居住地的，你们未来一个阶段非常重要的一些目标，以及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随着当这个感情真正的出现，开始去让自己气场全开。因此呢，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在这个感情里边当下不急着去要一个所谓的结果，或者说两个人共同的成长，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催化剂，或者说一个促进剂，或者说 trigger 互相去学习和成长的机会。那我认为在这个感情当中，很多朋友你们是可以相互成就的。
我觉得其实呢，对于这段感情有可能会触发你们，让阴性能量的朋友啊，特别是女生能量的朋友，你们变得更加强势和主断，然后让阳性能量的朋友，男生朋友，你们在这段感情里边更有一种可以被滋养、可以被指引和可以相互成长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你们或多或少的会去体验跟之前不同的感情。有些朋友会说，哇，这怎么跟我前任这么像？有些朋友啊，不乏一些人是前任归来的状态，但是从这个牌里边也能够感觉到，因为你们有不同程度的成长、转变，你们的立场也在改变，你们在发生一种成熟的变化。所以说也可以视为啊，这个关系是在重新开始，你们都是这个关系当中全新的人。所以我觉得之前的一些问题，你们可以先放下，先去看这个人的转变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个人也在同样的对你投射这样的目光，比如说看你的转变，以及在遵从你的转变，或者跟着你的转变再去进行他的成长和变化。好，脱单的时间差不多啊，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年中7到8月之间。那我们看一下啊，就是说这个脱单人物是什么样的？刚刚我们也形容了一下脱单人物。首先呢，帮大家再去找一下这个能量。人物上来讲，我们先说星座吧。这个牌里边星座蛮复合的啊。首先水象蛮多，尤其是男生这边，或者阳性能量这边偏向水象，双鱼、巨蟹、天蝎，还有少部分是火象的，牡羊座、射手座、狮子座。那偏向阴性能量就是女生朋友这一边我们看到的是权杖皇后和宝剑皇后，因此是风象以及火象。那水瓶、双子、天平以及牡羊座、射手座、狮子座的朋友又被点名。那在这个卡牌当中能够看到你和对方在无论是星座也好，还是你们的性格也罢，极其的互补。还有就是有可能你们之间会去跟对方学习一下自己身上没有的部分。而且我看到其实在这个关系里边有一种女强男弱的状态啊。我们看到 Queen of Swords 宝剑皇后，有可能对你穷追不舍的一些人会出现，甚至呢你有可能需要去进行判断。有一些朋友是在未来这几个月份当中桃花到来桃花莅临啊，所以你们有可能要去做一些取舍和判断。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完全评价这个关系它是不是我的正缘，或者说未来我要往哪个方向去走的时候没有到，但是无疑一个新的开始已经到来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如果你们想要去完全透彻的了解这个感情，首先可以随着你们的本能和随着你们的直觉去走随着你们的热情去走。如果这个人吸引你，完全可以去跟他约会，尝试的去了解一下。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都是这种比较智商在线的状态不会说我一下子马上就晕船，我要投入一段感情。相反的，我觉得其实你们是有一定的掌控能量，并且你们是有可能要去一边忙事业、忙自己的事情，一边要去谈感情。因此我觉得在感情里边更多时候你们要去投射的是一个完整的自己。相对来说，无论是恋爱还是生活，你们要极大程度的让自己去散发这种热情，让每一件事情都达到我们的全力和完整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要催促大家要努力要坚持之类的，去爱自己，爱你的生活，同时也爱这个人，这个状态就会是平稳的。还有一些人我觉得特别是女生朋友，如果你看到的这个人，你认为他的成熟程度不够，有可能他现在还是刚刚在摸索的阶段，刚刚在重新的创业或进入社会的一个阶段，有可能跟你的一些历练，跟你的一些经历是不同的。有可能你会觉得在这段感情这个感情棋局里边，你单纯的会看到对方的一些热情，但很多时候有可能你们会互相判断跟对方是不是真正彼此可以去诚心以对的。因为这边我们毕竟有 Seven of Swords， 首先这张牌也代表了一种猜两个人有可能会猜对方的心思，还有就是会隐藏一部分自己真实的感受，有可能会拿出自己最体面的态度给对方。更多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其实你们彼此对于对方的感受是很直接的好感，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好感了。真正能够爆发出来，一定是因为时间对了。还有就是我认为对方有可能会致力为了可以接近你而成为一个像你的人，跟你相似的人，或者说跟你更
持平的人，或者说我要让自己磨练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所以有可能一部分问题的解决时间未到，但是我们不急于求成，我们先看这个感情它的连接和实质是什么就可以了。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既是外貌美貌在线，你们的智商也在线，所以其实跟你们相匹配的人，有些朋友会比较好奇，对方什么长相啊，他什么年龄、性格，然后他是什么样的职业等等。然后讲，其实有一些朋友他和你蛮像的，性格上一部分，我们刚刚说到互补，其实互补有的时候也会有非常相似的部分，比如说处理问题、看待问题，有的时候是那一种直觉和感受看待感情的时候那一种情绪上的起伏波动、审美观等等，这个人有跟你相似的地方，但是我认为你们是一动一静的组合。紧接着我看到你们在外貌上比较匹配然后如果对方是男性能量的话，比较俊美一点，然后他是行动比较敏捷的，然后心思非常细腻的人，然后我看到他有可能内心小孩没有那么成熟，或者说直接就是年下恋情。我看到这个人他在追逐自己成就的路上，有可能在读书，有可能在创业，有可能刚刚进入社会，有可能再去忙着升职加薪。不过他是一种跃跃欲试的，希望可以对你去展现出他真实能量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人他喜爱你蛮久了，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遇见，但是真正能够他对你告白和铺露这段感情的时候，我认为他喜爱你蛮深，或者说蛮长一段时间，想要去守候你这个人也让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有想法又有胆识的人，但很多时候他在感情里边会有点退却，原因在于他有可能不在一个处理感情最好的时间段，有可能要去忙事业我觉得这个人经常出差，要不然就是忙着学习，忙着加油，有可能他经常在开车有可能经常在飞机、在船上这种感觉。因此，其实我看到你和他之间其实是一种要互相映照的状态，有的时候会距离远一点，或相对来讲不会说频繁的约会每天见面，每天见面，但是这个人其实内心里边是极度关心你和在意你的。如果是男生朋友，你们要看就对方如果是女性能量这样讲，不管什么族群的朋友，对方是一个 Empress 皇后牌，我看到他身上多多少少有一种类似于成熟女性的魅力和气质，还有就是他有你喜欢的金星的能量，也就是说他的气场、气质、打扮是你喜爱的。我觉得这个女性能量首先我们刚刚所说就是外貌、智商全部在线，甚至是一个创业中的人，还有就是他有可能是主管，还有可能是有自己的能力和权威的人。更多时候我看到在这个感情里边你们之间有可能是在工作上去认识的，但是这个人让我感觉到不是你周边的同事，而是有可能是新的合作，周边的公司或一些客户当中出现的。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是惊鸿一瞥互相遇见对方的关系，所以你们有可能知道对方一段时间，但是还没有去走到对方世界那个机缘。因此我觉得在未来几个月份当中，你们会有更紧密的一些互动，并且有机会去吐露心声。我看到这是个非常优秀的对象，因此你们有可能会有一点不好把握，或者说不知道这个事情可不可以把握一下，把握住这一次机会。我认为这个对象他首先不只是优秀，还有就是跟你之间是有情感连结的，又说互相喜爱的所以说难能可贵的机会，我们要脱单好吗？第一副组牌朋友，我觉得你们脱单能量比较明显并且我看到其实对于你们来讲，这个感情虽然一个阶段，我认为在刚开始的这3-4个月之间吧，有可能它并不会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状态，但是你们的感情是需要通过你们的感受，通过你们的行动，通过你们真实的能量，甚至是许愿和一些磨合去花时间也不用花太长的时间，我认为起码要有这么一个阶段，帮助你们去真正的了解和走进彼此。还有就是两个人都比较爱面子其实两个人在内心里边，不管你们外在上来讲力量差，或者说你们的职位、身份、地位、家庭背景有没有差，内心里边两个都是好面子的人。
所以有可能你们在刚谈感情的前3个月是极度不稳定的。但是我觉得啊，居然我们有这种诚心去对待我们的感情，慢慢的去让它发芽，我认为其实在未来一部分的朋友蛮有机会在秋天啊，在今年的10月啊，9到10月之后，将这个感情啊真正的变为一段非常稳定的情感能量，好吗？ OK， 这就是帮大家做的一个分析啊。事件上来讲，我觉得在大家的这个情感状态当中，有可能啊，如果真的涉及到你们之间目前处在一个不一样的力量关系当中啊，指的就是有可能对方在正在赚钱，他正在事业的一个成长期等等。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给对方提供一些关注，甚至是帮助。但是呢，有些朋友我觉得啊，对待你们来说，真正在情感上这个交流，除了在外在帮助他，在内在也要给他十足的肯定。我觉得其实这并不只是一种情绪价值了，而是真正的相信自己，也相信对方。我有一种信任啊，并不是盲目的我去信任这个人等等，信任你自己能够去取得情感上真正的硕果，信任你的能力和魅力，也信任对方对待你的真诚。信任你的真诚可以换来真诚，我认为是在这个关系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诀窍，因为你们蛮容易去 mirroring， 你们很容易去映照到对方，对方不确定你就不确定，对方含糊你就含糊，对方斩立决，你有可能也会我们说既决嘛 so gets 就马上会决定这个关系我要往哪个方向去走，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是同步的，好吧 OK。进而我们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以及指引啊。首先这边我们看第一张卡牌，我们抽到的是 Warrior Woman， Warrior。 我们这边有没有看到 Queen of Swords？ Have you answered your deepest calling？ 你有一个 deepest calling 啊，你有一个最内心你的灵魂最深层对你的召唤。有很多朋友，特别是阴性能量朋友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来看这副组牌的男生朋友，你们也一样，你们内心里边有一个直觉，有一个本能，我觉得其实你们都是那种比较肉食系的狼性的人，所以其实你们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会不断奋进的，不会放弃对这个生命和这个宇宙的爱，而且你们是要创造实相有实业的人。所以说很多朋友在脱单和走向我们感情的这条路上，有可能你们是 heartbreaker 啊，你们伤害了很多人的心我感觉到，有察觉没察觉的但是其实是因为你们有更高一层的追求和目标，更多人看不到，但是你们的心非常清楚和明了这一点。还有就是这个人他知道你，甚至他知道你的坚强的外表下有可能会有很深层的一种爱和包容，他甚至懂得你的方向，他甚至会同样用你的方式去爱你。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些脱单的朋友，你们有可能需要把自己一些坚强的外表，或者说对于情感，你们有可能有自己的 boundary，有可能你们要去忙自己的事情。但我觉得在这次情感来的时候，感情来的时候，你也可以让自己去微微倚靠一下对方的肩膀，感性一点。但同时呢，在这个感情里边，我也能够感受到你们之间是真正的受到内心的召唤走向彼此的。因此当你们内心大门和一些事情在一个成熟的时间，这件事情你们的脱单，或者说在感情上，或者说你的前任 Twin Flame 跟你有未解之缘的人，他会重新的迈到你的门前，敲响你的大门，按响你的门铃。所以我认为你们可以往自己的目标点去奋进，包括事业上，包括个人成长上。但是在情感这件事上，你们反而要让自己学会去放软和依赖。这个并不是一种伎俩，还是一样自然的、天然的，你们拥有这样的一种阳性能量和阴性能量的一种平衡不管男生女生。所以说你们不管是在3D 事业当中要如何的去捍卫，如何的坚强，如何的守卫，一些朋友你们是战神所以说你们有可能对于情感有的时候是拿捏不来的，但我觉得可以去融化你，可以去理解你的人，他一定是明白你的立场和感受的，他一定是你的灵魂伴侣或跟你灵魂有连结的人，才可以走到你的感情的这一层。一些朋友你们不容易，如果大家说我不容易脱单，并不是你们不优秀，也并不是因为你们没有魅力，而是你们有自己的结界。
但是其实我看到属于你们的爱也即将到来啊。第二章我们看到的是 abundance，OK，财富啊，也就一些朋友啊，如果你们当下再去创造你们的财富，你们拥有你们的智慧，你们在变现你们当下的一些解决问题的能力啊，你们的一些能量，你们吸引财富的这个大门等等，你们在显化它。我看到对于你们来讲，其实有可能你们内心当中的真实的野心啊，或者说你们真实想要去做事情的态度，有一半还在沉睡中，但是你已经觉醒了。这种觉醒是你的显化能力也在跟着觉醒啊。比如说，我要抛弃之前的一种迷茫，我要抛弃之前的一种被牵绊、被顾虑的感受。我觉得其实对于你们来讲，你们值得非常丰盛的人生，还有就是不断去创造这种丰盛，你们是有机会的。因此呢，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在这一年度当中，除了感情以外，你们会有创造的机会，你们会有创业的机会，会有新项目到来的机会。所以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是独立的啊，你们要去独立面对问题的同时，也可以去独立掌控你们的人生。紧接着啊，你们的财运、事业和情感对象会一起到来。所以说，如果现在在忙事业，或者说没的时间去看对象的朋友，没的时间去约会的朋友，甚至你们会觉得啊，有一些人跟你无法有共通，有可能你会处在一种深度的孤独当中啊，没有关系。我看到继续去闪亮你的，因为你的光亮真的有人看到，而且非常的瞩目，让人瞩目。因此跟着你的直觉和本能去走，我认为打开你的 power， 首先你再去吸引你的真实的世界的丰盛，这种丰盛也会迎来你感情当中的希望啊。所以一些朋友你们是有财运的，我认为在7到8月是你们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折，或财运的一个转折。所以如果你们想更上一层楼，或升职加薪、跳槽，或寻找到新的 offer 的话，自信，打开自己，我看到属于你们的这个人生使命目标将要到来啊。最后一章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的主牌或我们的底牌，我们抽到的是 Full Moon in Cancer 啊，巨蟹的满月，Let your fears dissolve。我觉得你们内心对待感情啊，有一种忌惮。其实你们不怕，有可能不怕外界的竞争，有可能你们不怕，甚至不怕孤独，你们可以独立解决很多问题。你们是一条龙，或者说你们是你们的灵魂呢，你们的守护灵当中有龙和狼的能量啊。但是你们最怕的，有可能就是触碰感情的这一块。你们在感情里边啊，往往是有一点点外强中干的。不过外强就是外在这个强悍是真正的有很多朋友，你们内心中真正的恐惧需要被释放掉。巨蟹的满月发生在1月，已经过去。那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关于你原生家庭的问题、家宅问题，关于你之前一段感情问题的解决，有可能它会遗留一些影子，我们也可以说它是 shadow， 也可能是阴影，可能是一些碎片等等，你需要将它清除出来。你们的归属感，你们真正能够去归还自己爱的地方，其实是有的，而且是在等待你的。不过你需要让自己在爱之前先放下这种畏惧，先放下一种自我保护啊。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其实在保护自己，甚至哪怕你们在约会，哪怕你们在爱，很多时候因为这种自我保护，无法真正的心意相通，甚至会伤人且自伤。但是我看到对于你们来讲，由于你们在人生当中其实是在不断的沉淀、提炼和提升的人，所以在这一次感情到来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感情也会引发你们内在对于情、对于自我的认知啊，对于不是自我之爱，或者说内心小孩之爱的这个问题真实的一个理解。你会发现你很值得被爱，而且在感情里边你们可以去放下任何的防卫。虽然说一些问题时间未到，但是我认为现在并不是我们说要解决问题的时候，而是我们如何的让自己在这个感情世界当中也去看到一丝柔和或者说一丝让我们可以轻松的空间，或者说偏向于幻想，偏向于美的，偏向于我们在公众视野当中一种柔和的外在美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可以稍微的改变一下你们的衣着，有可能在特别是桃花要降临的时间点我们讲的是7月到8月，那现在也可以调整，
你们可以让自己有的时候稍微变化一下你们的穿着，你们的风格。有一些朋友你们蛮中性的，我觉得你们可以去选择一些比较淡和温柔的颜色，紧接着调整你们的家居，以及你们和周围亲人朋友的一些关系，有可能会帮助你们把恐惧这件事情先放下。我觉得你们需要让周围的人啊，首先看到你们亲和的一面，这才是打开我们感情大门的蛮基础的一个通关密码。我们再看一下金星狮子3宫啊，我认为不要没有问题了。你们在感情里边，我觉得敢爱敢恨的啊，所以说一些朋友，我觉得不必担心大家如何去爱，我觉得可以在你们真正有爱情的时候就燃烧，让它去燃烧。然后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在夏天会热恋，所以脱单能量非常近了，好吧 OK， 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就分析到这里，希望可以帮助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我认为你们在你们的感情对象蛮养眼啊，因为你们其实也蛮养眼的。还有就是未来这个阶段对待你们来讲，顺其自然的往前去走，我认为你们的感情好事也将近，祝福大家在感情上、生活上、事业上都是顺利的，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就读到这里了，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结，让我们下一集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紫色水晶三角塔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好，选到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春季脱单指南。因为进入了北半球的春季啊，我们来看一下，随着这个节气的到来，我们脱单的能量首先会不会出现？那在未来的什么样的时间，跟什么样的人物，我们会走向一段情感关系？那我们这个情感当中的一些事件、一些信号和一些我们可以所注意到的部分的这个分析，或者说是一些预测，最后也会帮大家来通过卡牌看一下迈向下一段的情感之旅，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及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二组的朋友们。好，第二副组牌大家选到了紫色水晶塔。我们首先呢将这个指引牌放到一边，最后来揭晓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什么样的指引。首先我们看一下大家整体的能量以及脱单能量是什么样的。我们抽了2张神谕卡。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其实首先很明显的感受到你们是很宁缺毋滥的人，甚至呢你们在人际关系在跟周围人的连接当中是非常有自己的方式讲究的，你们不太容易随便的去建立一个比较亲密的连接。这里的亲密连接不一定是我们说约会关系或情感关系，而是在内心当中去接纳一个人，对你们来讲是非常需要条件的，或者说非常需要时间的。我看到很多朋友这边我们看到一张 cave， 也就是说你们有可能在当下处在一种暂时想让情感按下一个暂停键，或者说你们会蛮长一段时间去逃避或者说隔离自己在独立的一个空间当中，你们有可能会有特有的天赋，你们有可能会有一种使命感，还有就是你们的灵魂深处对于情感的向往是非常纯洁、非常的圣洁的。我看到其实呢，很多朋友你们在内心里边有可能会下意识的想要去释放你们的内心小孩，或者说你们好像在独立去创作完成，或者说成长。我看到其实你们世界当中的天色和外面的天色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其实你会独立沉浸在属于你的世界当中，有可能你的感情对象也是一样的。那宇宙这边给你的卡牌是这个 Rainbow Waterfall， 我们可以看到彩虹瀑布也就是说属于你的奇迹是会到来的。有很多朋友会说，哇，我简直就是有可能每天我就会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鲜少有机会跟外界去连接。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是在做艺术，或者说你们内心当中会有特定的欣赏对象，但对方其实是种不开窍状态。我觉得其实很多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在感情当中首先会有奇迹发生，还有就是要孕育和催化这个奇迹，宇宙有可能正在去给你们时间，让你们去许下你们的愿望，去展现你们的一个显化的能量。很多朋友你们其实在找到的，
或者说你们在等待的，你们想要去连接的，有可能是你们灵魂的家人，有可能是你们的灵魂伴侣，还有很多朋友，其实你们在当下的感情之旅上，有可能需要独立的、独自去面对一段时间自己内部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蝴蝶在这卡牌当中啊，那我们知道蝴蝶要展开翅膀，首先要从毛毛虫变成蛹，而在这个蛹当中，有可能是独自去蜕变和孕育的一个时间段。而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独立孕育自己的成长，或者说蜕变、发展，然后成熟等等，这个时间已经快要到了。有很多朋友，我感觉到其实你们的灵魂值得自由自在，也值得去在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当中看到更多的爱和希望以及可能性。而你们当下有可能还处在一个稍显不自由、稍显彷徨，或者说想要去逃避一部分问题的阶段。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感情问题啊，比如说有可能周围的朋友啊、家人呐、等等啊，希望你可以去跟周围的人产生连接，比如说交一个男朋友女朋友吧，或者说不要整天去工作，整天画画，或者说一个人在做很多事情。但我觉得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无论是你还是你的脱单对象啊，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能量，是你们都在独立的、独自的去孕育一件事情的完成，也包括这个孕育是在孕育自己。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啊，脱单已经在这个地平线的前方了。也就是说，其实很多朋友，你们可以看到一个 new horizon， 一个新的日出在未来出现。有可能之前疾风暴雨过，比如说外界的世界，比如说大家的工作、你们的情感关系，或者说你们的原生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等等，有可能任何的事情掺杂在一起，他们的能量都会让你觉得其实是不够单纯，或者说是比较糟糕，或者说比较混杂的。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有一种切断一切的纷扰，在独立去修行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们有可能当下是处在一个正在重新想要去看世界的过程当中。那无论如何，我感受到对待你们来讲，你们正在去显化的，你们在去许愿的，或者说你们希望自己可以脱单，这个意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当下你们有这个意愿，无疑这个愿望是可以成真。还有就是你们值得自由自在的、美丽的、缤纷的，还有就是很畅快、自由、潇洒的感情。这感情不是黏腻的，也不是虐恋的，也不是纠结的，而是让你们可以大胆的去展现你们的光彩，展现你们的色彩，展现你们的 vibe 给对方。我觉得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离脱单差一个转身，因为我看到其实你们还在 focus 在有可能是自己的一些部分，内在的部分，或者说你们在消化一些事情，你们在整理一些事情，你们在搞定自己内心小孩和就是我们讲统一来讲就是内部的问题。不过其实外界的天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你所存在的这个3D 世界也好，娑婆世界也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改变正在分分秒秒的发生。那我看到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首先需要走出你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安全区域和保护圈，你们需要让自己真正的展开翅膀去看。那我觉得这个色彩缤纷的等待你的人离你不远了。还有就是我认为对方其实跟你是一个灵魂伴侣的关系，应该是非常懂你，或者说可以跟你去共同协作，产生一个良好的、自然的，充满了爱、充满了奇迹的连接。好，这边的卡牌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先洗牌，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脱单能量有没有出现，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时间关于这个人物，关于事件的一些分析好，我们首先飞出来的牌是什么？看一下，第一张世界牌 The World， 有没有点相似这两张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镜花园这样的一个能量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Nine of Cups， 圣杯的9号。第三张是什么？ Page of Cups， The Hanged Man。 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偏水象还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不会脱单这件事情，首先
不是宇宙，不是周围喜欢你的人能否出现，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说的算的，而是你们说的算的。我看到其实你们是一个会沉浸在自己梦想、冥想或自己世界当中的人，甚至你们会不能否认啊，你们其实很喜欢独立，或者说一个人去跟自己相处的状态，或者说当下的状态，有可能你们会有一些还不错的啊 potentially 这是一些情感对象啊，一些很好的朋友啊，或者说一些约会对象在你周围。但是其实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其实在感情当中有的时候会非常理想化一段关系，也会理想化自己和对方的连接，或想弱化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有很多朋友其实你们非常在意感情当中的这种感受度，情这件事情对于你们来讲啊，其实跟周围的一些人的感受度不同。你们其实很喜欢去用浪漫的方式享受感情，还有就是一些朋友，你们天生就活在一个幻想的伊甸园的情感境界当中啊。这个怎么形容？比如说影视剧作品，比如说诗歌，OK，比如说浪漫小说等等啊，你们其实天生会容易沉浸在那样的一个氛围节奏当中，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感情当中有可能是会通过你们的想法去自我满足啊，也会去弱化跟外界人的一些连接。打一个比方啊，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在闲暇的时候写写书、作词，有可能你们会追星啊，打个比方而已啊。你们有可能有自己喜爱的，比如说竞技项目，喜爱的这个歌舞内容等等啊。总之，其实我看到你们在感情当中，很多时候让周围的人感受到你们优秀、你们美好，但是你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这个状态仿佛是一个天外来客，仿佛是个外来人。有很多朋友，其实你们是 Star Seed， 你们是星际种子啊，所以很多时候对于3D 世界当中这种接地气的情感连接，比如说我和一个人要连接啊，我们要出去约会，我们要互相打动对方，然后我们要不停的联络、连接、了解等等，其实你们很喜欢去，甚至很向往去 skip 掉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们希望的是马上投缘，马上找到这个对的人。所以说，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单身蛮久，比如说，一直迟迟没有脱单的话，原因不在于你们没有这种吸引力，而是你们希望把自己放在一个你们理想和满意的状态之内，而且不愿意往前去走。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啊，要不要脱单，这个里边让我感受到的是，如果你们还存在一个这样的状态，甚至不愿意去改变的话，脱单这件事情其实是会拖延的啊，你的脱单会被拖延啊。还有很多朋友我感受到啊，有可能你们心目当中有喜爱的人或对象，甚至存在一些选择，比如说，我是喜欢这种类型好，还是那种类型好，或者说，和这个对象能够相处下去，还是和另外的一个对象可以去试着了解一下。如果目前处在一个这样状态的朋友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你们需要实际的跟这些人进行了解。比如说，距离远的话，那我们就多发简讯，甚至要视讯啊。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们需要让自己去打开这个结界，打开你们在幻想当中的一个点，这样的话你们才能够让感情落地和生根。还有一部分朋友，如果你们当下身边有这样的一些对象，你们期待去脱单的话，哪怕感觉并不是特别的深，或者说有可能你们会各忙过的，或者说你们会存在一些还没有理解到的，或者说了解到的部分啊，我认为是先从理解入手。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你们脱单的指数让我感受到全在你们的一个起心动念，所以呢，很多朋友要不然就是 yes， 时间点在半年之内，你们马上脱单。甚至你们会突然我一个晕船，我就有可能和一个对象陷入一段然后非常浪漫的极度具有连结和挑战感的恋情。还有些朋友就是你们有可能会一直把自己放在当下这个状态之内，甚至你们会享受这种单身贵族的状态。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就是单身贵族所以我觉得你们心态现在是不太定的这边有 Page of Cups in Reverse， 还有就是反复出现是吊人牌的逆位。有些朋友如果你们心中有一个一直喜欢的恋慕的，或者说对方有可能和你有现实条件当中的一些阻隔，比如说异地等等，有可能你们反而会把自己的注意力专注在当下所做的一些事情当中，所以说你们会主动
我认为是主动的，有可能在潜意识当中是主动的，有可能你们自己都不自知，你们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推延推迟你们脱单的机会。因此其实呢，在未来这段时间会不会脱单，首先你们是有脱单办法的，还有就是全凭你们的意愿。如果sono妈妈讲日语了，就是如果只是这样往前去进行的话，我认为有将近60%左右的朋友，60%到70%，已经保守来讲，脱单的机会是还在地平线以上的。我认为其实你们是很迷人的，也是很有魅力甚至神秘感的一群人，所以很多朋友你周围的人对待你也会有一层滤镜，不太了解你的滤镜，所以说他们在接触你的时候有可能会觉得你的性格很优雅，你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爱好，你有很多不一样的天赋才华，但是他们对你的了解仅止于此如果我们期待在灵魂上真正的一种连接，你们是需要去交流的，需要走出去的，这种一眼万年的连接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吗？真的有，但是首先出现的几率和出现的时间都不一定，还有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缘分需要我们往前踏出一步，所以这是我能够看到的。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很多朋友你们是水象，双鱼、巨蟹、天蝎，双鱼是比较重的，或你们星盘当中的海王星，或者说你们的双鱼能量比较重。还有很多朋友，其实我感受到你们其实有正在去 manifesting 正在去显化的对象。这个人如果迟迟不来的话，你们会将自己的脱单计划无限期推延，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少数的朋友会说，我没有然后我真的就是一定要这样单身下去吗？我认为你们需要让自己首先从比如说情感当中，我觉得首先要从当下跟周围人的连结，包括人际关系、交友、工作等等，我们需要先走向人群。紧接着我觉得如果你们走向人群的话，如果你们真正的是心有所愿的话，脱单能量一定会出现并不是在安慰大家。 OK，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脱单的话，我们的这个时间人物是什么样的帮大家做一个分析。第一张我们出现的是 Seven of Cups， 圣杯7号的逆位。人物时间我们看一下King of Wands， 权杖国王的逆位。Six of Cups， Two of Wands， 再看一下Hierophant， 教皇牌，这边飞出来什么 ？OK， Third of Pentacles， 金币3号，这边是 Eight of Swords，Hierophant， 权杖4号。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宁缺毋滥型我看到了。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人生当中有可能出现过蛮亮眼的对象你们对待这个人或这个类型的人，这种连接和这个磁场频率是很难忘怀的。所以有可能你们会觉得过尽千帆皆不是的感觉。其实你们本身在情感当中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去晕船或者上头，你们内心当中永远在浪漫以外保持着分外的理智。有可能你们看到周围的朋友分分合合或者说你们有可能会成为其他人朋友的这个感情军师、感情专家，因为我看到其实你们内心里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成熟，甚至你们非常了解在情感当中这些连结里边蕴藏的一些逻辑关系、一些规则，然后一些规律等等，其实你们是深谙这个道理的。但很多朋友我觉得反而也由于作为旁观者，由于在感情里边你们有可能也曾经深陷其中过，你们有可能也曾经去理解和尝试去了解过这些，反而对于你们来讲现在是智者不入爱河的一个状态。我能够看到很多朋友，其实你们在等一个完全对的人，这个完全对的人也不是说对方他一定要100%的完美，但他一定跟你的频率对等，并且你们的关系是有前景、未来，甚至有进入正缘的可能性。一些朋友在等正缘，你们在许愿的人是正缘关系。
那我看到呢，有可能很多朋友如果存在单恋啊，不管男生女生，阳性能量、阴性能量，对方其实是一个你非常欣赏的类型，但他到底是不是这个正缘，让我感受到有可能是类型上，或者说他很贴合你对于情感的需求，而你们在感情当中有可能是那种迈不开步去向前行进的。因此我觉得啊，很多朋友你们脱单能量就是要不然就不脱单，要不然你们有可能会在未来的半年之中很强烈的迈向一种非常坚定的踏实稳定的关系里边。要看不同的朋友你们的成熟程度、年龄层次和当下在面对的课题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比较青春的还年轻的朋友，还在读书，还在去探索人生，我认为在未来这个阶段，你们反而再去提炼你们的智慧，你们有一个老灵魂的智慧，你们有一个很高的宗教级别的智慧，所以有可能你们在当下正在通过人生中的很多问题进行修行。那脱单和情感它也是一件，不过我认为还是一样，智者不入爱河。我看到对待你们来讲，你们到底要不要转身？你们到底要不要去显化这个奇迹出现？这个全凭你们个人的意愿。如果有这个意愿，或者说年龄比较成熟的朋友啊，当下已经在一些感情的状态里边了，我看到其实这个感情要不然就很难推进，要不然你们会突然的快速的更上一层楼，去确定这个人就是我的正缘，或者说面临着一些在感情当中拥有硕果实的机会。机会在什么时候？先把时间给到大家，今年的7到9月。那未来看这个占卜的朋友们，就是在未来的3个月到6个月之间 ，OK， 还蛮巧的，3个月到6个月之间。我看到其实你们在感情当中会有很明显的一些进步。如果你们当下处在一些多角恋情，比如说我有一些选择但是不清楚的，我认为也存在着去厘清这些问题，真正理解到一些问题的解决方式的这个可能性啊。这是要插一句给当下还困惑的朋友们，如果情感有困惑，我觉得不用担心，有可能一阵一阵的，你们也会有一点迷茫，或者说你们也会有一种我一个人是无力去行动的。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绝对不是行动派，你们甚至是逃避派的。还有就是你们非常需要的是跟你们知根知底，相互了解，相互吸引我们指的是相互的。这样的对象陪你们往前去走，脱单也一定是这样的，不是谁追谁，或者说一些朋友蛮被动，有可能会说会不会有这种超级主动以及热情认定我的对象出现呢？我看到这种认定是相互的。紧接着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当下是一个转化自己感情能量非常重要的时节。如果在当下这个时节，我们突然心有所愿，是期望脱单，或者说突然你们开始了去看待和正视一些之前的感情问题，解决之前的一些感情局面，甚至是和一些旧人的连接，你们会去想要厘清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sign。宇宙在告诉你，你正在去整理和整顿你当下的磁场，你当下你的世界就像是一个风水一样你的心我们在感情当中也存在风水。因此呢，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脱单这件事情，我看到你们会有高质量的脱单，但是前提条件是你们一定要对此产生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是主动的，起码我在内心当中真正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如果缺乏这个想法的朋友，你们会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再待一段时间，直到你们有这个想法为止。我认为这个并不是一种所谓的push 或所谓的威胁。其实我们在开头也讲过单身的状态，我认为对你们来讲其实也挺美好的，不是说讲的为什么如此轻松，因为我看到其实你们处在一种怡然自得的内心当中的情感可以自我满足，而且你们有追求，你们有在去修行学习，你们有自己的爱好，你们有独特的一片领地。因此相反，如果在感情当中存在连结，反而有些朋友会打破你们当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甚至会打破你们对于感情美好的幻想。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要不要脱单还是一样，我看到60%左右的朋友，如果还在当下这个状态之内的话，不一定。但是我看到属于你们的脱单对象，如果未来脱单的话，他一定是那个优秀的，跟你相辅相成的，你前世的灵魂伴侣或是灵魂家人，以及和你可以共同的去建立生活，相互吸引的，共同努力的人。所以好的缘分会在你脱单的时候真正出现，并且在脱单到来之时，你们会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渴望远行，渴望有真正的跟外界的能量的互换和交流。很多朋友会说，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但是我就是没有看到合适的人。不要担心啊，因为我觉得宇宙在帮助你，让你去创造更良好的频率。比如说我们要学习更多，我们经历更多，我们了解更多，有更成熟的认知，而在一个对的时间，宇宙一定会把那一个跟你相辅相成，有可能对方和你一样啊，相互给对方空间，独立学习了蛮长一段时间，一定会在对的时间让你们很审慎的、很慎重的、很认真的、真诚的进行这一个结合。我认为是灵魂上的结合更多，当然灵魂的结合是一个基础啊，我们在物理上肯定也会在一起。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啊，对于大家来讲，迈向脱单这件事情，可以稍安勿躁一点，因为我看到啊，你们当下有可能会有蛮重要的一些事情正在去处理。所以说啊，如果我们当下在跟一些人的连接当中，互相了解中，或者说我们当下还有一些跟周围人事物的能量啊，包括一些暧昧对象啊、救人等等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你们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也可以去试着约会，也可以去试着探索。但是在一个阶段经历过后，你们会非常明确的去了解到什么样的人是真正适合你的，有可能不是你当下所去manifesting 啊，我们所冥想啊，所去显化的这一个人。讲到这里是为什么？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会被这个人局限住你的视野，你会觉得，哎，这个就是合适我的，或者说单纯的会从他的身上产生出很多的向往，很多的幻想。但其实啊，我们先把这个事情放下，这个人根根本本你需要去了解，还有就是你需要去了解自己，我在感情里边是一个什么性格。如果以上的这个我们所描述的性格是符合你的，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随着你们的自我了解、自我觉知和成长，你们会真正的去发现，在你们的生活里边适合和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感情。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不管你们是水象的，还是土象、火象，不管什么星座啊，我看到其实适合你们的感情是非常具有土象气质的感情，也就是说，你们需要承诺，你们需要跟周围的朋友、家人有连结，你们需要结束异地状态，你们需要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根和基础，才能够让你们真正的去迈向一个堂堂正正的感情。这个感情会让你们真正的可以去有安全感、自我滋养，还有就是从你们之前的小世界当中走出一步，看到跟对方一起连接的这个大的世界，相对来说大一点的世界。所以说，如果当下你们还处在一些比较飘摇，或者说比较偏向于幻想感的感情啊，或者说我们感情的形态等等，其实你们有更美丽的风景，我看到在未来你们会看到的啊。OK， 这是帮大家分析的啊。那这个脱单的人物是什么样的？从这个牌里边，我感觉到啊，我们看到了什么？都是人物诶 Queen of Pentacles、Page of Pentacles、Page of Wands、金币皇后、土象家族人出现啊 ，Knight of Pentacles、金币骑士诶金币侍从、金币骑士。我认为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脱单的对象很大程度上是在今年的就是未来3个月当中出现，或者说重新回归到你的世界的跟你很像的人。因为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Page of Wands 权杖的侍从和权杖的国王啊，一些同性的朋友可能会出现在这副组牌当中。那我感受到这个人他和你们有可能共事，你们有可能之前是同学、同事，你们有可能一起做过什么，见过面，或起码你们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远方也好，有一定的了解，一定的基础，或者说在认识之后，你们会有机会打这个基础。比如说，哎，我们在做一个项目啊，我们在一起学习什么呀？或者说意外的通过朋友、亲人等等，开始去了解一些事情，聊一些事情，做一些合作等等。我看到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啊，第二个牌的朋友，你们身上这个火土能量是比较强的。之前我们看到都是水象，所以说你的脱单对象，它比较偏向于土象和火象星座。土象星座处女座、金牛座、摩羯座，火象星座是牡羊座、射手座、狮子座。
紧接着我看到你和对方在成熟程度和感情经历上参差不齐的啊，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对方和你有可能之前经历的、接触的 OK，你们所从事的、你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啊，其实并不是一样，你们来自于你们的小世界。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对方其实是和你有可能比如说距离遥远，有可能你们原生家庭的这个教育和背景不太一样，还有就是你们其实是有共通之处的，比如说你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或在做一样的事情，这会帮助你们可以去互补，而且可以集合啊，你们可以在这个同样的位置，因为一件事情而集合，遇见彼此。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啊，在未来进入你们视野和世界当中合作的、工作的、共同做事的人，他们的一些状态。很多朋友我认为会出现一些办公室恋情啊，朋友的朋友会出现一些跟你开始有好感、有连结的一些状态。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啊，如果你们当下还在内心当中，哎，我有一个忘不掉的人，我有一个还没有去完结的感情，应该会有新的人出现啊。所以你们到底是花落谁家？就是到底要选择新人还是旧人？一样，当一个感情能量出现在你们的世界当中，特定的时间来了，比如这一个年度当中，大家会有脱单能量，不管是新人旧人，都比较容易跟你产生感情连接，甚至一些朋友，你的桃花来了，需要做选择的人反而是你，好吗？所以我觉得啊，对于大家来讲，你们甚至在这个脱单的时节会存在一些选择。一些朋友我感受到你们有可能是桃花蛮好的人，所以就是会有这种比较强烈的一种反差感。一些朋友你们桃花很好，就不知道该选谁。一些朋友是你们会觉得在内心里边实在是就是有自己内心里边很强烈的一种追求，所以你们会去拒绝在感情当中过多的机会，过深的交流。我认为下一个人很强烈的可能性是你们的正缘。还有就是分析一下啊，对方如果是女生能量的话，我看到对方她其实是一个偏向于比较内敛的比较固执的、比较有自己情怀的小女孩，但同时我觉得她也是一个非常认真和踏实做事的人。然后她在外貌性格上就是偏向于比较端庄、比较认真，然后比较典雅，然后还有就是会有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质感和品味，有可能会有自己的爱好，甚至不太爱去社交，有可能假期追个剧啊、旅个行啊之类的。如果对方是男性能量、男生朋友的话，我认为他在一个人生上升期、创业期，或者说升职加薪，或者说寻找工作的时期啊，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认为是需要花时间催化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土的能量都蛮多的，而且这全部都是慢慢来，但是也很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对方是阳性能量男生的话，我认为他内心里边其实是有躁动不安的小孩，或也会有对于自己比较高的评价，或者说很高的追求。但是在你们的感情当中，他反而会变得很审慎，因为真的爱情来了，我认为有的时候人就会变得不是过于勇敢，就会过于顾虑过于害羞等等，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但我在第二个里边，其实真正的看到的是正缘，所以一旦你们进入一段感情，有可能会走得比较远，很大程度不能说有可能。OK， 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以及指引，好吧？OK， 还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当下在事业的转折期，你们在寻找工作 offer， 或者说你们在去完成自己的一些个人的成长目标吧，这件事情落定之后，同时你会脱单，我认为你们要把这件事情放在第一位，因为忙不迭的，如果有一些人进入你的视野，你们都还没有去搞定自己的问题，有可能这个问题就像刚才我们抽到的卡牌一样，会卡在原地，不是对方卡就是你卡。所以一定要先把自己当下该完成的一些事情，在这3个月到半年之内渐渐完成，因为你们面临很大的机会去完成你们的一些目标，好吧？事业也好，金钱运也罢，工作也罢，好，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首先第一张牌，宇宙给我们一张 yes，OK，just say yes。所以说，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你们真正的打开自己去许这个愿望，或者说有可能你们已经有了感情机会对，如果你们真正的去相信自己，肯去往前看，脱单指日可待。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我认为你们要对自己和宇宙进行一种肯定。当你们真正的
首先我们在许愿，首先我们在冥想，但同时我们也要将我们的愿望和宇宙一定会 approve， 一定会给我们我们想要的结果这件事情，比如说一定会成真 just say yes， 大胆的肯定我们当下的想法，肯定我们许下的愿望，肯定这件事情的发生发展。这个过程对于大家来讲也非常的重要。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问一些问题啊，或者会不会脱单等等，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yes。所以说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你们在感情当中是比你们想象的更加乐观的，好吧？第二章我们看到的是6号牌 connection。你遇见的人是你的灵魂伴侣啊，我认为有可能你会有一些机会去真正的浪漫约会，或者说被表白。我认为你们会有机会和这个潜在的感情对象休假，远行、去旅行等等，有可能在旅途当中你们会结识非常浪漫的对象，对方有可能和你有共同的一样爱好、想法。或者说会有很多不谋而合的部分，我看到你们都会走出自己的小世界，跟对方产生一个相当美好的连接。所以说say yes to what? Say yes to this connection。大家要对这个连接大声的说，愿意我愿意，好吧？Yes I do。 OK。 还有一些朋友我们讲到这句话了，一些朋友你们的一些好事将近有可能你的这个脱单对象会跟你求婚，大约在我认为热恋的时候就蛮有可能了，刚相识的时候相识3个月今年的下半年蛮容易有一些朋友会有好事的大家可以大胆的许愿，大胆的肯定。最后看一下显化这件事情，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我们看到了什么？ New Moon in Leo 狮子座的新月我们就是 shine 闪耀吧。很多朋友狮子座的新月发生在7月尾8月，这也是你们脱单的重要时节，7、8、9 3个月让我感觉到蛮重要也就是未来的4到半年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或4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对待你们来讲当下的这个时间点之内，你们不要再躲了比如说该去建设形象，提升我们个人的一些频率，包括外在的，我们就去搞定这件事情换一个发型，然后我觉得你们需要艳丽的衣服女生朋友的话，你们需要长裙，你们需要颜色帮大家讲一下粉色、粉红色、紫色长纱裙，我看到这是你们的约会服装。还有或者是你们一见钟情的这个能量，我看到你们一见钟情的地方蛮像是有落日或者有灿烂阳光，有美丽夕阳的地方。很多朋友我看到当你们真正的有一天突然的心血来潮，想要装饰自己一番，走出你们的小世界去看看远方，比如说我要去周边的城市旅行一下我要去走走看看，我要跟朋友下午茶，蛮容易遇见这个人的。紧接着我看到你在这个人的心目当中非常闪耀，属于你的时节已经到来一些朋友我看到其实你会变得自信和大胆，在这个感情里边，一些朋友你们会反客为主不一定你们要主动追求之类的，但是在这个感情里边，你们会让自己天然的有一种我可以跟对方相互吸引，往前去走，这样的一种信心和温暖的感受。我认为这个能量来源于你的这个太阳轮以及脐轮太阳神经丛当中的一个能量。所以很多朋友你们可以去多出行，多去有花的地方，多去可以看日出日落的地方。还有一些朋友装点自己，如果是阳性能量朋友，男生朋友的话，我认为也是一样的，不要拒绝任何的机会，出去走走看看。我看到周边的世界，哪怕一些朋友会说哇，我2点一线3点一线生活也会有 miracles 奇迹出现在你们的世界里边。水瓶座的月亮的水瓶8宫变成7宫，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灵魂的恋人就是跟你有心有灵犀感的恋人其实存在，以及他会出现。还有就是如果你们心有所愿心有所属的话，这个人他快要回归了，比如说前任之类的。前一条件就是这个人他是你真正辨识出的认定的相互去连结的灵魂伴侣的对象，好吧？
整个的一些能量让我感受到啊，很多朋友你们当下实实在在的在打开你们的能量场去吸引这个感情对象的到来，这个人他是要来到你的世界扎根的。因此呢，我觉得你们不管啊之前是多么生人勿近呢，多么在感情里边是潇洒的、自由的、寡淡派的，或者说你们会比较文艺清淡一点，我认为在未来这个时间段，你们反而可以让自己很扎实的向外去探求，对，向外去求。所以说跟宇宙跟我们外在的任何机会，还有就是跟我们内在的自己大声的说一个 yes， 我相信你们会真正的随着这个 yes， 你们真正的震动你们的喉咙说出来，我相信这个 order 啊，你们下的这个许愿，你们下的这个订单已经被接到，在不遥远的未来，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感情里是会落定的啊，蛮祝福大家的，而且这个速度会比你们想象的快，好吗？ OK， 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就分析到这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得到大家需要的能量，还有就是祝福大家在感情里边都有一个好的归属啊，找到非常合适的人，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吧，或者说进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美满的情感连接当中，相互学习啊，相互陪伴，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啊，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好，选到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透明的白色水晶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选到第3副组牌，透明水晶球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析的主题呢，是在北半球的春季到来之时，来看一下我们的春季脱单指南。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脱单能量是什么样的啊？会不会脱离单身？会不会遇见合适的对象进入感情？我们也会看一下脱单的时间和人物，以及情感事件的分析。对方是什么样的对象，在大约什么样的时间我们可以进入感情，那我们在感情当中会有什么样的连结，什么样的事件或什么样的 sign， 什么样的信号会出现，进而我们也会帮大家来分析一下迈向下一段感情之旅，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及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3组的朋友们。好，第3组啊，大家选到了透明的水晶球。首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神谕卡给我们的能量。最后我们会一起来看一下主牌，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样的。第3副牌的朋友啊，我们看到了冰山呢，就像你们选到了水晶球一样，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你们对于感情是非常纯粹的一种态度。冰山其实会给人一种在外表上来讲比较深不可测的、有距离感的，或者说其实会有自己很强烈的个人的气质、主张和能量，有可能你们是外冷内热的类型。紧接着我看到第3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是老灵魂呢，你们其实具有很强烈的宇宙智慧和个人的魅力，而这一方面其实你们是通过直觉去感受的，包括感受自己的能量，也包括感受情感对象，感受周围的能量。因此你们大概对于周围的环境的事件的发展一些事件的经过等等，有一定的预测，有一定的考量，有一定的信息的接收频道。很多朋友其实你们对于脱单这件事情应该心中是有一定的预计我看到你们有可能有一定的预计，你们有可能现在已经得到了一些信息，或者说你现在正在去显化某一件事情的发展。很多朋友对待你们来讲，其实脱单它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个合适你的对象，我们看到这2座冰山应该已经在你左右已经出现了，或者说你们还正在认识当中，或者说这件事情需要一个对的时间来帮助你们去催化。比如说当下处在一个暧昧的连接，或者说互相认识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互融的一个能量。我看到其实你们有可能需要将自己的一部分交给宇宙，交给周围的环境，甚至交给这个人来做这样的一个转化。一些朋友不管你们单身了多久，或者说你们当下处在一个怎么样的阶段，你们内在是非常独立的，并且并不是特别容易打开心扉来接受一个人或选择一个感情。我看到其实这一次能够去敲击你们的心门，让你们可以去放下
在感情当中的一些疑虑，或者说真正可以去敞开心扉连接的人，跟你们是非常相似的，有可能是你的镜子，有可能是你的影子，很大程度上来讲，它也可能是宇宙给你安排出来的正缘。一部分的朋友啊，其实你进入一个稳定的情感和正缘关系的时间已经到了，参考你们的整体的灵魂状态，我看到你们其实是会有一种少年老成先知先觉状态的人，所以呢，无论处理任何的一件事情，你们都会去凭着自己内在的智慧，以及随着宇宙的发展来做出进一步的判断和计划。我看到你们正在实现自己理想的路上，而且在未来一个阶段，你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转折。这些转折是有可能是你之前没有想到或面临的，或者说出现的这一个对象，以及当下这个连结中的对象，它的转变，有可能是会非常让你惊喜和充满希望的。我看到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去感受、预计一些事情，并且他们基本上，发生他们的这个运转，他们的整个的推动，有可能都会在你的预计之内。有很多第三副组牌的朋友，我看到啊，你们其实是这一种轻易不会让自己去做某一种抉择，或者说轻易让自己去完全融入一段感情，还是一样，你们有可能会去约会，你们有可能会去展示自己，你们有可能是这种不论是外表还是口才还是智慧都非凡的人，但是一样，一旦进入你们的亲密关系区，进入你们的这一个很自我的这种舒适圈啊，很大的程度上，你们非常需要跟你们灵魂上心心相印的人。这个人才是可以去打开你们的，比如说钥匙，或者说可以真正的敲开你们的这一扇门。相反的，如果对方是一团火焰，如果对方是一个积极热情，如果对方是一个过于物质的人，或者说比较自我的人，我认为如果跟你欠缺一定的默契度，都会被你排除在外，或者说宇宙也不会给你们更多的机会去连接下去，因为其他的能量有可能会让你这一座冰山或让你这块冰有损伤。为了能够让你在全然的舒适的状况之下去溶解你冰冻的部分，并且真正的让你去融化自己，融入一段关系当中，融入这个3D 的世界。我认为其实你们会有独特的体验课程，并且在未来这个脱单的过程里边，你们也会发现啊，其实有一些事情真的全凭一种心心相印的缘分，而且这个缘分是先天形成的，就是类似于灵魂的契约，或者说真实的你们在关系当中可以遇见正缘等等啊，这样的一种约定，是宇宙的一种馈赠吧。好，第3副牌朋友，同样我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了一种独立，一种坚决，还有就是一种对于内在和外在的事件发生，就内在的事件指的就是我们的感受，我们内心的这种对待信息的接收和分析能力啊，其实你们都会去进行一种把握。因此，其实你们要相信自己的智慧，以及相信你们的指导灵在帮助你们去打开你们的顶轮，连接宇宙。好，进而我们看一下脱单这件事情。首先看一下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是不是会脱单？首先我们看一下哦，第1张牌居然是 Hermit 隐士牌 ，Chariot 战车牌，都是这个 Major Arcana 大牌哦。好，掉出来太多了，我们继续抽一下。Wheel of Fortune in reverse， 而且这张牌刚刚就跟着一叠牌飞出来耶。刚刚有一些犹疑，不过这是一个 double check， 也就是说宇宙想要把这张牌给到大家。脱单的时间还没有到啊，有很多朋友有感受到，对于你们来讲，你们会有灵魂当中很重要的这种任务和使命要去达成。不管这个任务和使命代表什么，我感受到其实在第3副组牌的朋友里边，你们会很强烈的有一种在当下需要去先完成你们的一些任务，先完成你们的提升、学习、智慧的提炼，
并且有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当下正在计划一个新的旅途，你们有可能是非常有目标的再去成长和发展，并且这全部都是一个过程。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啊，第三副里边让我感觉到，你们其实当下跟外界是一种需要boundary，需要一个界限的一个阶段。因此呢，就是谈到脱单这件事情，其实你们会林林总总的看到一些机会，也包括有可能你们心目当中有这样的对象，有这样的一个可以把握的一个连结。但是啊，这边是 Five of Pentacles 金币5号的正位，也就是说，你们其实在当下这个阶段，并没有走到一个在情感当中可以就是完全我可以去花时间，可以去解决情感的问题的一个状态。Ten of Wands 权杖10号，很多朋友我看到，其实你们当下在一个攀爬期，无论是事业还是个人的能力。还有一些朋友你会觉得，诶，我自己好像已经独立蛮久一段时间，或者说甚至让外界看到的你是有一部分的孤立的，有一部分的我行我素，或者说你们好像在冰封自己啊。原因在于其实你们内心当中会有很强烈的一种个人目标要去达成。这边是金币10号，我看到其实你们的家庭、原生家庭，甚至是周围关注你的人，你的事业和学业等等，都给了你诸多的负担，让你需要去先完成这个部分，甚至你需要去负责任。因此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是人生当中胜利组的，不能说宇宙给了我们这些是在给我们挫折，在给我们比如说打击，或者说在给我们孤独。我觉得其实宇宙反而在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成就。而你们的成就之路让我感受到是一种光荣，一种胜利，一种能够去提升你们的个人实力，能够去提升你们的身份地位，甚至是声望的。因此我看到其实你们在未来会沐浴在掌声和鲜花当中，你们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胜利来进行一个自我的救赎啊。要讲到救赎这一点了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不至于此啊，不至于要救赎自己。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们的灵魂非常需要的，好像是这样的一块里程碑。而当下并不是你们可以去暴露自己情感、吐露自己情感的时光，并不是说你们不被爱，你们没有爱，而是我们的能量是有限的。所以我看到其实第三副牌的朋友，起码在未来的半年当中，你们会披荆斩棘，你们会完成当下想要去完成的某一件事情。一些朋友有可能是转职，一些朋友有可能是迁居有可能是移民，有可能是要去争取事业上的晋升，甚至是要去博得非常多的关注以及财富。因此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这个能量底下会极大程度的把自己的能量放在个人的身上，甚至你们不太愿意去进入社交，去曝光自己内心当中的想法。我认为很多朋友其实你们是有信仰的，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们当下如果会觉得我还没有我没有找到这个状态，宇宙在给你一条路，这条路有可能稍显孤独，但是任何一个有可能要去经历改变，要去承担一些责任，要去负担一些风险，甚至最后要走向成功的人，有可能这都是一条必经之路啊。所以说我们不一定要通过这个卡牌把大家叙述的如何的艰难，或我们的目标如何的高尚，但是其实人生无论是我们求学阶段，还是在3D 世界去进入我们个人状态的这个阶段，我认为这个过程是非常必不可少的。因此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虽然脱单没有出现，但是你们的胜利的这个号角已经马上就要被吹响了。我看到你们其实当下有可能在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不成功变成人，或者说你们现在有可能会因为当下的一些个人状况原生家庭的状况、经济的状况等等，你们不得不去做一个让自己可以完全去保护自己、包容自己，甚至在感情上你们多少会存在一种失落感和不被理解的感觉。我们看一下什么卡牌飞出来了。 King of Wands 权杖的国王。我觉得你们是一个探索者，而且你们非常值得你们非常值得将自己展现在舞台前。我觉得你们是很闪光的人，但这种闪光有可能在我们青春或者初出茅庐的时候会觉得
外在的闪光，比如说我们的头衔，或者说我们时下所为自己争取的拥有的是可以让我们闪光的这个条件。但我觉得经历了一部分的挫折，你们会发现你们的闪光是由内而外的。这一次你们会由内而外的让自己变得乐观，你们会真正的去掌握你们人生发展的一个前景。特别是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会走向一个领导者的位置，你们有可能会走到一个号召者的位置，你们有可能是真正的不管男性能量女性能量自己事业当中成就的人。所以我看到这未来是 justice 很多这个大牌出现。第三副组牌朋友，你们是有任务和使命的。虽然我们在看脱单，但是我依旧认为有可能在这个比如说你们的正缘完全出现之前，你们会持续的处在一个自我历练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呢，很多时候我看到你们内心当中的这个真情、实感等等在被你们深深埋藏。你们会有一个命中注定的对象，但是当下我认为对方离你有一点远，或者说对方他有可能再去实现自己的一些目标，在履行他的一些使命，甚至你们当下没有相遇，或者说要各忙各的。不过我认为这个人其实是命运给你的，还是一个嘉奖和一个礼物。紧接着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脱单的对象，我认为是跟你非常相辅相成可以说命运给你的匹配，就是说你的灵魂家族的族长你的祖先，或者说你的指导灵帮你匹配的一个另外一半。前世来的我们看到死神牌的逆位 Death Reverse， 所以说有可能是你的前世的另外一半，或者说跟你做好约定的这样的一个灵魂要来到你的世界当中。我认为是正缘它不一定完全是所谓的灵魂伴侣，你的影子，但是让我看到的是它和你有很多重合的地方。比如说你们在某一个人生阶段经历的事情是一样的，看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你们所对处问题就是处置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甚至都是一样，不谋而合的。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你们的与其说脱单对象，不如说是正缘吧，在远方等你。但是我看到在未来的半年之内，有可能你们需要去先忙碌自己的问题。很多朋友，我认为对方跟你一样，不管男生还是女生，什么样的能量，对方是有才华、有责任、有勇气的人，对方也是一个肯去负责任，甚至是一个在人生当中会有很多新的转变和突破的人。这个人在不断的成长和升级，唯有这样你们才能够达到同样的标准。有一些人，这个人是你的疗愈者，他有可能是一个不知道教师、法官、医生。疗愈者有可能也是就是说在心灵成长的过程当中可以给你很多助力的人。你们两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组合。紧接着你们这个组合并不只是要比如说我们要恋爱，我们要成就家庭，它也是一个可以帮助你们去缓解内在的一些冲突，去帮你升级的更高，看到更远嘛。我们看到更远，其实所谓人生的一种升级在不同的年龄层，我们看到的问题其实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在我们青春的时候看到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解决我们个人的成长、能力、教育的问题，如何去调整资源，如何去让我们去散发魅力和绽放。而在我们真正往成熟的方向去走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看到很多权衡，我们会看到一些资源的整合，我们会看到要集结很多社会各方的能量，帮助我们向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你们是可以成就事业，并且可以去成就感情的类型。但是同样的，我看到如果你们周围已经有了这样的人站在你们的周围，跟你们去互相的帮助包容等等吧，这个人应该是 potentially 可以跟你去共同建设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 power couple， 一个非常具有能量的家族，是这样的一个人。并且其实我感觉到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与其说我们刚刚说与其说脱单不如说真正的是事业和家庭双向的成就。这个双向的成就让我感受到你们有可能会在未来的一个阶段里边完成，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阶段，但起码在今年的10月之后，你们会发现会有一些真正的信号来到你们的世界当中。比如说得到 offer 了，比如说
你们达到了一个个人能量的提升啊，比如说升职或加薪了，或者说你们会发现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顺利助力的能量啊，帮助我们能量来到生活里边。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灾后重建的阶段啊，这个灾后有可能是所谓的我们人类的疫情，也有可能是一些产业、企业，或者说当下3D 事业当中有很多改变正在发生。不只是经济上的，还有我们意识形态上的，我们生活方式上的。而你们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群人，你们在帮助去重新建立秩序，你们是帮助去传递智慧的人。因此呢，脱单这件事情不能说脱不了单，或者说这么伟大，难道我要为了人类的事业去贡献一切吗？我看到其实你们内心当中有一种需要被满足的爱。但这种爱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是工作狂啊，或者说你们其实是一个对待金钱，你们是对待个人的发展非常花力气的人，因此其实你们可以通过另外的一个方式让自己成就。紧接着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真正可以成就的某一种阶段，在你们的事业和生活里边，自然而然就会出现这一个陪你脱单的人啊，陪你脱单的人他是什么样的？我看到首先是跟你具有同样的能量层级，事业上的成就，或者说你们处在同样的行业，你们有同样的钻研和研究。紧接着就是他有可能会是一个帮助你共同成就事业的人，这里边会体现出一些合作、互补和相互引导。所以说我觉得有可能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有可能在外在上来讲，你们会去完善事业，那内在上来讲，有可能另外的一方会帮助你们去完善你们的情感和内在的建设。因此我觉得这个死神牌会反复出现。很多朋友，如果你们在看脱单对象是不是前任等等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如果你们真正的当下心中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你们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和方向等等，很好，其实你们的直觉是对的。还有就是坚定自己的选择坚定你们当下的这种个人成长的这个目标也是对的。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年度或这个阶段里边，起码看这则大众占卜的时候，是你们的上升期，是你们需要非常专注的时期，也是你们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确定自己的时期。所以这是一个能量，我看到你们会在未来的4个月到半年之内取得一定的成就，或者说稳定下来，或者说真正的突破出来。你们是非常有力量和野心的一群人。还有就是欣赏你的人，我觉得默默欣赏的人其实挺多的。还有一些朋友，其实你们不乏追求者，或者说在感情当中不乏机会。我认为在未来的1年当中，脱单的几率是非常高的，8成到9成。但如果看半年的话，有很多朋友我感觉到路长且阻，虽然说这个道路很长，有点艰难，但是你们依旧是可以攀向高峰的一群人。我对你们的Starcy 对你们的评价和期待，在这个卡牌当中我感觉到是很强烈的，但是这不是你们的压力，我认为这是你们的一种我认为是一种就是说 confirm 吧，你们有可能在证明，在证实你们的一种理念、一种想法或目标。我觉得这个卡牌在鼓励大家，在肯定大家，并且你们其实是一样珍视和重视自己目前所做的任何选择，因为这在未来会给你们的人生产生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以及影响。还有就是好的影响和新的旅途快要到来了，你们的这个未来的脱单对象以及另外一半在新的旅途上等待你们。有很多朋友不同程度会发生变化，有可能是事业上的变化，有可能是环境上的变化，有可能是你们所在的这个领域当中你的力量层级的变化。比如说你突破了，你提高了，你有声望了，让更多人看见你，这全部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能量。我看到你们的人际关系和你们的合作运在越来越好。紧接着一部分的朋友正缘快要到了所以这之前脱不脱单对待大家来讲，有一些朋友可能非常年轻或者说哎呀我还没有想要到达结婚的状态但是起码的正缘在年轻的阶段，你的正缘有可能是可以陪伴你成长蛮久的一段时间的人。那如果是成熟年龄的朋友，更明显了正缘就是你的另外一半，未来的家人，可以跟你共同建立家族的人，你们是有家族有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Powerful， 我给第3副组牌朋友的这个能量，我看到的是
你们的独立你们在感情当中其实是忠诚和坚韧的人。还有就是，如果你们存在蛮多的感情选择，我认为，新的机会到来之时因为这边 Wheel of Fortune 是逆位的，你们跟木星的连接有可能木星在你的星盘当中出现好的相位等等。这个决定性的时间点和答案才会出现，而当下这个阶段未必出现，但是并不代表这个答案是负面的，相反是相当积极的，好吧？星座上很多星座的朋友我有看到，但是从大体上来讲，我看到你们在创造，所以有一些朋友你们走的是火象的运气，或者说你们是火象星座的，牡羊座、射手座、狮子座，有些朋友是处女、巨蟹座，个别有这种天秤座风象的能量。不管是哪个星座的朋友都有可能会选到这一组，但是我看到其实你们的命盘当中会有固定星座和基本星座，也就是说当下你们的这方面的一种就是比如说决定性的、改变性的成熟的一个能量已经走到你们的命运当中了。所以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也在经历土星回归或者说你们在经历生命当中很大的转变，你们刚刚有可能结束和经历了一个 cycle， 再往新的一个方向去走。我认为这一切都会有一个非常公平的结果，并且在感情这件事情上，我们今天谈的其实未必完全是一个脱单，比如说我们的感情在哪里。不过我们抽到什么 Two of Cups， 你们的命中注定的伴侣一定会出现存在就是你们不会孤独终老可以给大家打这样的一个包票。 Ace of Cups 大家可以看到圣杯2号、圣杯1号，我们再抽一张好不好？ Ten of Cups 圣杯10号，但这张牌现在是逆位的。我感受到对待你们来讲，你们可以以个人的感情为前提条件去谈恋爱，这个都是可以的如果心中有喜爱的人，依旧可以去喜欢他，或者说当下你们依旧可以去照着你们的感受去行事。但是过了这1年之后，因为我今天看到了好多1号牌，我认为是这一个年份之后，你们会有非常大的转变，而且是很幸福的转变所以在这边先祝福大家好吧，希望大家可以更快的迎接到我们的人生当中的幸运、喜悦和好事。 OK， 最后看一下建议和指引方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张 Oracle Trust your path。 OK， 如果你知道你是会被支持的，你将做一些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一个人他在路上，然后这有一个 temple 就是他要走向他的未来，这只是在路上，所以这张牌宇宙在告诉我们，相信这个过程，相信所有的路径，相信所有的经历。我认为你们走在对的路上，而且这一条路其实是荣耀之路，也是属于你们的嘉奖。我认为你们的智慧在帮助你们去往这个方向走。很多朋友你们的灵魂经历了很多，而且非常坚强。所以其实对于单不单身来讲，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你们很多时候是很坚决的，或者说你们是很确定某一些事情你们才会真正的往前去走，而且不太容易中途放弃。我看到宇宙在帮助你们，让你们更加坚信自己当下走的一条路不是孤独之路，不是单身之路，而是一条荣耀之路和一条丰盛的胜利之路，好吧？这条路的背后我认为有你的灵魂伴侣和所谓的你的这个伴侣在等你，不能说他只是你的灵魂伴侣，我认为他是你的另外一半，他在等你，但是你们两个人有可能各自要经历完你们的旅途，才可以走到一种合一状态第二张牌我们看到 maturity 我们有没有看到我觉得其实第三个牌的朋友，你们是会受到祖先和你们指导灵爱护的，你们是很被祖先喜爱的小孩，所以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你们积累了非常宝贵和重要的，以及你们非常需要的这种能量和经验。当你们的情感走向一种成熟更多的朋友，如果是年轻的朋友来看这一组，我认为你们要在成熟的年龄阶段遇见这个人才合适。有一些朋友我看到23岁、27岁这样的一个节点成熟阶段的你们一定会迎接到属于你们的正缘。但是脱单这件事情，我认为青春活泼充满幻想的岁月有这样的一个人可以陪伴我们非常幸福，
但是如果在你们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没有的话，这不是你们的不幸运，相反，有可能你们会集中更多的精力完成你们的一种学习和积累。我认为属于你们的成熟的果实是非常甜蜜的，以及是最有魅力的。所以你们不会随着岁月啊，比如我随着岁月而衰老，我会随着岁月而减弱我的魅力。相反，你的智慧和你的经验会让你焕发出更多的魅力。有很多朋友，我认为其实你们会随着年龄的成长，桃花越来越好，或者说你们的感情经历会越来越丰盛。相反，如果比较早的一个阶段去结识感情，去触碰感情，或者说谈感情，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学习。但是一些朋友，你的正缘在后面，而且我认为是相当优质的对象。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需要你们通过一些经历、自我积累、沉淀之后再相互去融合的还是一样的一个意思。因此这个 Two of Cups 和这个 Iceberg 冰山能量其实很像，一种融合，一种接触我们也说它是一种爱和触缘。但是如何互相触动，你们如果是彼此人生当中重要的、彼此满足的、彼此需要的另外一半，我认为其实你们的灵魂连接在一起，但是这也是你们的契约之一，就是你们要通过一种学习、个人成就之后，再去成就你们的感情，好吧？最后看一下我们如何去显化我们的这个正缘到来，或者说显化我们的这个脱单吧。很多朋友，我认为你的脱单对象是正缘。紧接着我感受到这边是一张 First Quarter Moon in Libra 天秤座的1/4月。Keep your heart open。 一些朋友，其实我认为你们的心轮没有完全打开，或者说你们会专注自己，甚至你们的顶轮和三眼轮、喉轮就上三轮其实是非常活跃的。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如果你们想去提升情感和桃花的能量，你们需要去经常打开你们自己，去进行跟外界世界的一种融合和接纳。比如说去自然环境走一走，比如说去跟陌生的或没有那么熟悉的人去进行一些交流，比如说去融合当下的一些你周围的环境、你周围的同事、对象等等。因为当你真正的敞开心轮，不只是在敞开心轮给一个人，而是给这个世界的。但是这之前你必须要经历一个过程，是足够有这个能力去敞开。因为当我们比较脆弱的时候，敞开心轮是容易被划伤的，我们的心轮是容易受伤的。因此你们会有一个结界，这是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的保护。适当的去学会一些打开，我认为其实是一种跟世界的通融吧，互融吧，也算是一种变相的连接。但同时一些朋友，你们需要去保护你们的能量。比如说当下我们的这个讯息爆棚的时代每天看到很多资讯、新闻、社会的时事然后有很多动荡的改变的讯息。其实在我们这个3D 世界、娑婆世界当中，这样的能量、这样的状态从古至今都有。可以说繁盛的，或者说和谐的、美好的、古朴的这个时代有过，但是其实随着我们人类的不断成长和变化，还是冲突居多的。因此这是一句中肯的实话。我认为其实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有选择性的去打开自己的同时，你们也要去保护好你们的心轮。所以说这张牌是 Keep your heart open， 敞开你的心，并不是天真无邪的敞开。你们需要通过正向自我理解的方式，成熟的去打开自己。这个呢其实是另外的一个课题，但是我认为很多朋友，你们起码可以敞开你们的心扉，给你们的学业、事业，给你们当下做的事情，甚至是给你自己的成长和成熟。我认为你们自身对于自己的肯定和爱，以及这一种成就，会让你们变得更加的坚定和有能量。其实你们未来是很重要的这个领导者，你们是重要的这个教师，或者说各个领域当中重要的人物就是我能够看到。所以其实首先是你们有祖先和指导灵的保佑连结，还有就是你们的个人任务。紧接着因为你们会成就自己，所以说随着时间的不断转变和推移，你们才可以去经历和积累很多。所以说我觉得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在感情里边其实是非常有魅力的，依旧是这样。但是到底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去散发它，我认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散发魅力的时候没有到来，
还不需要。紧接着很多朋友我看到怎么去疗愈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部分，让我们去打开自己，让我们真正的可以跟这个世界能够互融。这边是火星处女七宫，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做一些奉献。这种奉献有可能是帮助你周围的一个或某一个需要的人，或者说事业、事件等等，或者说尽心竭力的将自己当下的一些事情去做好。我认为你们有奉献精神啊，因为我们第一张就是隐士牌，很多朋友你们身上有这种处女座或第六宫人格的这种特质。星盘中的第六宫啊，第二个是南焦点的天平四宫。对于你们来讲，其实前世有一些跟原生家庭、家族未解的问题，所以对于你们来讲，有可能你们会少年老成一点，或者说你们看问题有可能会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认为这全部都是属于你的一种特有的能力，所以还是肯定。紧接着，我觉得你们内部的一些问题，包括学习上的，也包括经验的积累上的啊，在这边有水星的处女九宫，继续去学习，继续去拓展，继续去深挖，肯定自己都可以。我觉得如果你们真正在去从事和学习精专一件事情，精专到底啊，这样的一种方式会让你散发出你独特的魅力，然后也会在最关键的时刻让你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好吧？紧接着，其实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受到很强烈的喜爱的，但是真正的进入你们的视野范围和跟你们连接关系，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其实一段旅程当中，你们有可能制定了某一个独自旅行和探索的，一个 mood 一个这样的模式。所以说呢，我觉得任何一种安排都是好的安排吧。所以第三副牌的朋友啊，也祝福你们可以成就，并且可以幸福，也可以圆满。这是我看到你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几个词汇。好，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读到这里啊，祝福大家。然后我看到你们的一些好事会在10月发生啊，今年的10月。其实，在过了9月之后，其实有很多好的能量会涌入。一些朋友，你们其实要规避一些，逆缘。这个逆缘并不一定是烂桃花，或者说，不好的对象，有可能你们的时机未到。所以如果在未来这几个月，甚至是比如说3-4个月之间出现一些对象，我认为慢一点发展，对于你们来讲，这问题的解决或者说答案会浮现的更明显，好吧？总之祝福大家，也非常感恩跟大家的连接啊。最重要就是希望大家的每一天都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分析到这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需要的能量和讯息，也同样的感恩跟大家的连接来让我们互相学习和进步。那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了，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